Запас еды на 3 дня。这是从疫情开始后第一次尝试去旅行。当我在第一次进入机场的时候，我是这样的。我坐的是俄罗斯北方航空公司的航班，竟然提前到了半个小时。如果大家的印象里俄罗斯是莫斯科或者圣彼得堡，那么接下来的几天我带大家认识一下俄罗斯完全不同的另一面——喀山。这里有着完全不同的语言、气候，完全不同的宗教信仰。这里有超级热情的人，这里还是俄罗斯的美食之都、运动之都。这里同时还有俄罗斯未来城市的样板。当然，这个城市也属于俄罗斯的年轻人。喀山，它是达丹斯坦共和国的首府，它被称为俄罗斯的第3首都，距离莫斯科700公里，距离圣彼得堡1200公里，是俄罗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地方。正是由于这种文明的交融，深深影响了城市的面貌和这里的居民。这条路是市中心最重要的一条路，是一条步行街。我发现在这儿人少，因为喀山这座城市人口才120万，就是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人少。即使晚上这里的人很多，而且街头艺术家也很热情。而且呢，在这呢，我发现到处卖的是 chak 是一种甜点。chak 中文是沙琪玛，就是这个地方的特色。晚上好是一个药店，不是普通的药店，是19世纪的药店。德国的收款机18世纪的，也是挺古老的呀。上面写的是德语，这不是俄文。这是药店的老的照片。到了喀山，给我的感觉好像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一样的呀。首先，我就看这边的天气。这呢才是真正的夏天。这边的人走路的时候呢，他们避免有太阳的地方，还会带雨伞。彼得堡就是不可能带雨伞，一有太阳就要出来，就要晒太阳。所以呢，就第一个感觉就是哇，天气好，中间没人走路，全部是在左边，没有太阳。要是在彼得堡的话，所有人都是在中间走。在这儿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上山一样的，很多路是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。喀山给我的感觉很舒服，我也说不清为什么，有可能因为这边人少，而且呢，我发现这边的人非常礼貌，不像彼得堡、莫斯科。彼得堡、莫斯科非常冷漠，喀山就完全不一样，车少，而且呢，他们开的速度很慢。彼得堡、莫斯科就不用说了，他们那边开的非常非常快。喀山这座城市，因为这边民族很多，而且呢，信仰也不一样，有的是信伊斯兰教，有的是信东正教，所以呢，给我的感觉就是人互相的关系不一样的，人都不一样。现在呢，已经12点了，
该吃饭的时间到了，我们去看看喀山有什么特色。我们尝一尝当地的快餐，这个餐厅叫 TBT， 就是快餐，大达斯坦的特色。煎饼，我从煎饼开始。它就是非常像中国的煎饼，就外面就特别像煎饼，然后里面是肉馅儿，好像是牛肉的，还有土豆泥。我不知道中国朋友会不会喜欢，因为这边土豆泥非常多，俄罗斯人吃土豆吃的不少，但是我就感觉口感还是非常不错。除了土豆和肉馅以外，里面还有奶酪。反正我就感觉好吃，因为我本人喜欢吃土豆嘛，所以我还是比较觉得好吃。然后价格呢，我看了一个是189卢布，189卢布也就差不多20人民币左右。这是当地特色甜点，我就等待吃这个。里面有米、葡萄干、鸡蛋。甜，但是不是那种特别甜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俄罗斯的甜点一般是甜的要命，但是这个应该是可以接受。它的甜味不是糖的，是葡萄干，非常推荐，它确实好吃。叫古巴迪，一个呢是65卢布，差不多6块人民币。6块到7块人民币左右。我刚才是这样子，我从餐厅一出门，有一个人拿广告，他好像是那个餐厅的老板，或者是为他们工作的人，就给我推荐，就说你来我们餐厅吃饭。我就跟他说我刚吃好了，我吃饱了。然后他就跟我说，哎呀，俄罗斯人都是这样，要招他们来我们的餐厅，他就说我吃饱了。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我是中国人，我不是俄罗斯人。然后呢，他就问我一堆问题，关于中国文化历史，好多问题。他一开始对中国比较感兴趣，应该是比较喜欢，所以呢，我就感觉这边的人真的跟圣彼得堡、莫斯科的人完全不一样。那边就是给的感觉是非常冷漠，彼得堡、莫斯科就是冷漠，但是喀山才不是这样。俄罗斯的几乎每个城市都会有克里姆林宫，但是呢，如果其他大多数是红色的，这里的克里姆林宫完全体现了这种东西文明的交融，它的颜色是纯白色的。上面写的是俄语，下面呢就不是俄文，这个是大丹语。克里姆林宫是喀山的历史中心，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走的时间太长了，感觉累，没事儿，有个办法，亚洲蹲。哇，这个就爽！我终于找到了有地方可以买水，100卢布，10块人民币才，非常便宜。这里最特别的是，我们既可以看到东正教教堂，也可以看到清真寺。这个清真寺的名字叫 Kul Sharif， 是2005年建的，所以呢，感觉很新的一个不好意思，不是教堂，很新的一个清真寺。彼得堡习惯了，那边到处是教堂，但是这边是清真寺，这个就是区别。因为喀山一半的人信的是伊斯兰教，彼得堡、莫斯科都是东正教的。要进清真寺就要注意穿衣服，
男士呢不能穿短裤，女士呢像这样子这么短的连衣裙是不可以的。要进去的话呢，女士呢要戴头巾，男士呢那就是要穿裤子，不允许穿太短的衣服。好久没去过清真寺了，感觉心里有劲，非常激动。信伊斯兰教和东正教戴头巾的方式不一样。如果是伊斯兰教的话，他们是这样戴头巾；东正教的是前面这样戴头巾。这是达旦斯坦总统府，可以这样理解，就是省政府。这里面可以看到有达旦斯坦共和国的旗，然后旁边是俄罗斯的旗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办公的地方。大家都知道，在意大利有比萨斜塔，那么喀山也有自己的斜塔，就是这个。它倾斜了2米，就是这个建筑呢也是很古老的一个建筑。哎呀，喀山这个天气呢，我看了天气预报22度，但是给我的感觉好像现在呢是32度。哎呀，又要中暑的感觉，太热。我从彼得堡过来，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天气，决定提前去酒店休息一下。我订的酒店就在市中心宝满大街。这个酒店我觉得非常不错，我非常推荐。酒店的位置非常好，而且呢，最主要的是1楼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的态度、他们的服务，他们其实呢，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热情，就会给你推荐去哪玩、去哪吃饭，什么地方值得去的，怎么去，等等等等。酒店的位置虽然它是在宝满街上，但是进到酒店里面非常安静，所以呢就不会影响你休息。因为宝满街就是步行街，它是属于非常热闹的一条街道，特别是晚上。但是呢，它就是到里面酒店里面非常安静的，就不会影响你休息。而且呢，酒店1楼有很多餐厅，而且呢价格呢也不贵。一晚上是3000卢布，3000卢布大概是300人民币左右。刚才前台经理告诉我，这个建筑是18世纪的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墙有多厚啊！因为这个楼很古老，所以里面没有电梯，要上去只能走楼梯。休息之后再次出发。累了，太累了，还可以在这休息一会儿。除了这个以外，你还可以喝咖啡。而且这边的咖啡便宜，一个呢是25卢布，25卢布就是不到3块人民币。我在彼得堡买了一杯咖啡300卢布，区别10倍啊！我想
想说的是，虽然我非常害怕这种地方，但是登顶我觉得是不可少的。到喀山也是要登顶，我觉得还是值得。你看这个周围风景还是挺好看的。有一点点，加油！你要想出去，还需要按这个。OK。晚上好是喀山市的农业部大楼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建筑是喀山最好看的一个。农业部大楼，它旁边就是克里姆林宫。喀山其实这个地方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它是东西方文化汇合的地方。比如就在克里姆林宫里面可以看到有东正教的教堂，然后呢旁边就是一个清真寺。在喀山主要有2个民族，一个是鞑靼族，一个是俄罗斯族。给我的感觉，这2个民族的关系很融洽。接下来我打车去克里姆林宫沿河街，这里的景象让我感到惊讶，没想到这么热闹。沿河街两边到处是餐厅，各种各样的都有，选择很多。在这儿我见不到酒鬼，大家都在运动，有人健身，有人打乒乓球、滑冰、骑车、摆手腕，就连孩子也在尝试。这还可以唱歌跳舞，大部分人在散步，环境也很好，很有艺术气息。我觉得这是俄罗斯最好的一个沿河街。到了喀山，我个人觉得这边的人、这边的文化、这边的气候，我非常喜欢，就有很舒服的感觉。而且他们这的生活方式跟大城市还是不太一样。所以喀山我还是觉得挺不错，有机会呀来。有人说喀山是仅次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俄罗斯第3首都。到了喀山，我觉得真的是这样。我沿着这条路一直走，直到天黑，然后看到了很美的夜景。看到喀山这样美丽的美景，让我感慨万千。这个城市还会给我带来哪些惊喜？下一期我带着大家探访喀山附近未来之城，还有神秘小岛，以及喀山这个城市的华丽转型。连俄罗斯总统普京都对喀山表示骄傲。Спасибо Татарстану, спасибо Казани.